Bronya，我总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眼熟。我有同感，就好像我自己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所以现在的情况，同样是程序错误吗？不，这是命运使然。唉，只要事情有发生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我今天算是彻底领教这句话的深意了。嗨，是克拉丽啊，真巧，你也在这里。我就在这里。他就不能留一点话头吗？我就在这里是什么回答啊？你是刚刚才到月球基地吗？那我比你早到一点呢。毕竟我们没有搭乘同一班飞船，在故意的情况下。不过，我其实并不意外你会出现在这里。啊？我也不算太意外。这种时候，还是忘了那个不停念叨克拉丽绝不可能取得名额的我，先和他正常交流吧。特利亚对克拉丽的好感度已提升，当前好感度-25分。那么，对于我们的代教老师是 Kiana 卡斯兰娜、雷电牙医、Bronya Zaychik 以及幽兰戴尔这件事，你会意外吗？什么？幽兰戴尔前辈居然也要来吗？特利亚对克拉丽的好感度已提升，当前好感度0分。印象从不想遇见的路人上升至路人。行动评价：你还差得远呢。克拉丽只是复述了一遍自己从非玩家角色口中听到的消息，就可以对赫利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吗？我觉得那主要和你有关系。无论如何，这都验证了我的猜想。赫利亚为人并不死板，甚至相当感性。只要交流得法，应该很容易成为他的朋友。Bronya，你刚刚一定是想说攻略吧？我还好，尽管之前的工作和幽兰戴尔前辈没什么交集，但我一直都有关注他的近况。哦，我是说，幽兰戴尔前辈有许多方面值得我学习，小到作息安排、工作计划，大到战斗技巧、临场反应，反正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你不用解释这么多，我知道你是他的粉丝。至于牙医，我从丽塔前辈那里听说过，他的料理水平非常高。如果有机会，我想和他深入交流一下。你要一起来吗？不要，被2个厨艺好的人包围，我宁愿绝食。有这么严重吗？然后是 Bronya， 我的同事之前给了我一张他制作的游戏的线下试玩邀请函，虽然很感谢，但我对那种类型的游戏不太感兴趣，最后也没去。确实，我也不太感兴趣，但原理工作室给的外包费实在是太多了。想来想去，最让我意外的代教老师可能还是 Kiana 卡斯兰娜吧。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现在的心情和突然知道历史课本上的人明天就要来给我上课差不多。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难道不会这样想？那可是地球之神，被神明亲自指导，你不会诚惶诚恐吗？而且还是幽兰戴尔前辈的妹妹。天啊，他们都在这边，我要紧张死了。我对他的印象，倒只有火星探索宣讲会上放的宣传视频了。开朗、活泼、热情，还特别自来熟，一看就是我应付不来的类型。游戏已暂停。原来他们是这么看我的吗？为了录宣传视频，我连着1周没睡好觉，睁眼闭眼都在背稿子，还特意向绮罗前辈请教了表情管理方面的事。Kiana， 对人工智能推演出的结果，你不用太放在心上。我就是有点失落而已，就一点点啦。
那就好。不过我其实挺能理解赫利亚和克拉丽的想法。赫利亚主要是对你缺乏足够的了解，导致尊敬过度。克拉丽那边，用天命论坛最近的热词解释，他说不定是社恐呢。但我猜，他也并非全然恐惧社交场合或热情的人。相反，他只是不知道在这样的场合下该如何自处。怎么了，雅姨？我有哪里说的不对吗？不好意思，我只是想起了有趣的事。不久前在预备学校考察的时候，倒是有个短发女孩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必须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我想社恐的另一层含义会很适合她。你是指那些在社交中因为过于热情的性格，反倒让别人感到些许恐惧的人？是啊，我刚刚还在想，我在千羽学园遇到的 Kiana， 她也是这样的人。而在了解她之后，我收获了一份足以称得上破门而入的友情。当然，那位 Kiana 现在倒是收敛了不少。牙医，那都多久以前的事了？别误会，我这是在夸你呢。毕竟，对陌生人报以热情，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需要极大的勇气，还必须承担热情灼痛对方，最后伤及自己的风险。但你和那个短发女孩依然愿意这样做。有意或无意，你们都忽视了社交过程中的尴尬，并因此最终收获了许多朋友。从这个角度看，我倒觉得和那两位新同学相处的时候，你其实顺其自然就好，没有人会不喜欢你的。是啊，你只需要做你自己，然后大大方方地告诉他们 Kiana 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这就足够了。说的也是。总之，干说也不够直观，还是让我们继续游戏吧。能这样玩的机会可很少呢。Bronya 的目的果然还是玩吧。所以，你之后打算去哪里呢？爱因斯坦让我去庇护所找他。这样啊，我想先看看训练场，往后就要在那里进行为期2个月的训练了，还是先熟悉熟悉环境比较好。我知道路。不对啊，我都把台阶给他了，他怎么不顺着拒绝呢？你在等什么？我们不走吗？哦，好，我们出发吧。如果先去了庇护所，爱因斯坦肯定会叫我把赫利亚领过来报道，跑2趟，好麻烦。虽然克拉丽是个怕麻烦的人，不过这种时候不插入突发事件就太可惜了。快让开，克拉丽！先别举着枪闷头往前冲，那个家伙不会有事。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如果你愿意在行动前观察一下环境，恐怕就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了。你，赫利亚对克拉丽的好感度已下降，当前好感度-10分，印象从路人回至不想遇见的路人。行动评价：你们这是什么游戏？真是害人不浅呐！啊，可恶，好不容易才升上去的好感度又降了。别着急呀。机甲自己动起来了，是克拉丽做的吗？不，我没看见他出手。可为什么？小朋友，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
我没事，谢谢关心。另外，从运转时间上看，我并不是一位小朋友，而是一位老朋友。啊，克莱因前辈，刚刚的那个笑话，我只能给到及格分。是吗？我还以为他很适合对第一次见我的人说呢。那个，你们两位之前就认识？是的，托爱因斯坦的福，在几年前的某次视频会议里，我就结识了克莱因前辈。他那时还是爱因斯坦和特斯拉前辈的助手。他为什么一直直呼爱因斯坦前辈的名字？在认识的前辈面前，这未免也太嚣张了吧？不对，为什么其他人的名字就还带着尊称？但我这2年的工作重心已经完全倾向了经商，科研方面的事几乎很少参与。哎，在月球基地，经商？这是我认真思考后做出的选择。只卖泡面这类垃圾食品，终究还是太局限了，而且容易被人投诉。再说了，未来本就充满无限的可能，不去尝试，又怎么知道我所选择的道路适不适合自己呢？说的也是。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克莱因前辈，为什么你看上去并不是很在意刚刚的怪物？就我所知，常驻月球基地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不擅长战斗的科研工作者，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没能及时赶来，你恐怕会……无论你们赶不赶来，这些末日残子都会被我全部清理干净。你应该误会了什么，即便是中烟之碱，也没法做到100%统御崩坏。因此，清理忽然出现在路上的怪物，早已成为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你刚刚看到的寻味机甲，是月球基地最初级的御敌工具。至于我，早在长光博士的帮助下，内置了不少武装。等等，所以克拉丽刚刚根本没有出手？是的，我没有出手，自然也不会先你一步。那边的小推车也是克莱因前辈拥有的武装中的一种？不，那只是我受人之托，正准备在特殊时期低价抛售的商品。这里不仅有果干、零卡果冻、无糖少油全麦面包之类的健康零食，还有诸多国家和地区的特产。如果你们觉得价格合适，有一口气买下所有商品的意愿，我的委托人会非常感激。当然，为保障委托人的隐私，联系我或分发传单时，请务必避开牙医、幽兰戴尔和德丽莎主教出现的场合。我明白了。很好，那我就先走了，回见。这张纸记录了小推车里所有代售的商品，而委托人一栏是 Kiana 卡斯兰娜。真没想到，我们的地球之神，他居然这么喜欢吃小零食，还怕被战友们发现。克拉丽对 Kiana 的好感度已提升，当前好感度35分。赫利亚对 Kiana 的好感度已提升，当前好感度40分。行动评价：这就是你的通关路线吗？你们别这样盯着我嘛，那是人工智能推演的结果，不用太放在心上。我真的要好好吃饭。指正，这是人工智能系统根据监控录像还原的真实事件。我只是利用了心理学中的犯错误效应，甚至大幅美化了你那小推车里真正装着的几近消失在时代浪潮中的健康食品。克莱因都不卖垃圾食品了，我自己偷偷网购还不行吗？根本不知道我藏零食藏得有多辛苦。再说了，
我买零食还会努力吃完。你说你游戏库里有多少购买后就玩了半个小时还不肯退款的游戏？哼！天哪，你这是偷换概念！在游戏行业，市场调研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一款游戏不能在半小时内吸引玩家，那它就不是一款合格的商业作品。至于没有在沸腾平台申请退款，那也是为了未来的2次调研。未来？放在游戏库里3年不玩也是未来的一种呢。哼！我来啊！牙医，你别揪我耳朵！Kiana， 等结束今天的测试，我打算去你房间帮忙打扫一下卫生，你应该不介意吧？姐姐，救我！你呀，这算不算病急乱投医？游戏已进入关键节点，请选择您要置入游戏的非玩家角色。我们还是先回到正题好了。看上去这里应该置入由我们本人扮演的非玩家角色，创造正式授课前的一次偶遇吧。没错，我还会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一些小故障，从而引入更强大的敌人。安克拉丽和赫利亚的性格多半会出手相助，而那时也是我们拉近距离的最佳时机。事先声明，身为游戏制作人，我必须留在场外确保游戏的正常运行。所以，有人愿意主动接下这个活吗？好吧，我就知道会这样。我的回合，点名。